在深山的幽静之处，住着一位勇敢的少妇。她为了寻找新鲜的食物，选择了一条小河，装备只有一把砍刀和一个盆子。她要前往丛林深处寻找珍贵的贻贝。这是一段充满冒险和发现的旅程，让我们跟随她的足迹一同探秘。少妇穿越一片竹林，来到了那条小河边。她迫不及待地褪下鞋子，让清凉的河水拂过她的脚底，这清凉的触感令人陶醉。她在水中戏玩了片刻，感受水温，确保适合她的计划。当一切准备妥当，她小心翼翼地步入水中，开始了她的寻宝之旅。贻贝是她的目标，她弯下身子，专注地搜索每一寸河床，一边触摸，一边警惕着周围可能潜伏的生物，尤其是蛇类。这是一项需要耐心和勇气的任务，但少妇毫不退缩。她沿着小河一边走到另一边，用手触摸着水底的每一寸土地。然而一开始似乎什么都没有找到，但她并没有灰心，继续在水中寻找。终于，在一处位置，他触及到了贻贝。这些贻贝非常大，显然是野生的珍品。贻贝是软体动物门贻贝科海洋生物，它们的贝壳呈楔形，外表黑褐色，光滑而有光泽。贝壳内面是灰蓝色，壳缘有窄缘、闭壳基痕和外套痕清晰可见。这种海洋宝贝在唐代被食疗学家孟申命名为淡菜，其干制品具有甘美的味道。贻贝的营养价值非常高，尤其是它所含的蛋白质，包括人体所需的缬氨酸、亮氨酸等8种必需氨基酸，其含量远高于鸡蛋、鸡肉、鱼、虾和其他肉类。此外，研究还表明，贻贝脂肪中富含人体所需的脂肪酸，相对较低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使其成为健康的选择。因此，贻贝被誉为海中的鸡蛋，不仅因为其丰富的营养价值，还因为他在贫瘠的深山中成为了少妇的宝贵财富。他的勇气和毅力让他成功地寻得了这些珍贵的贻贝，为自己带来了美味和营养的补充，也为我们呈现了一场奇幻的深山寻宝之旅。少妇轻巧地将这些贻贝放进篮子，仿佛在筹备一场精致的盛宴。然后，他走到附近的河边，清洗他脚上的泥土。这个过程既是一种进化，也是一种对大自然的尊重。为了准备这美味的食物，他付出了充分的努力。在离营地不远的地方，他早已准备好了所有所需的餐具和食材。他把这些珍宝小心翼翼地放入一个巨大的锅中，并盖上盖子。旁边的柴火被他巧妙地点燃，大块的柴需要他用脚分开。这个过程告诉我们，不管是食物还是工具，一切取决于大自然的馈赠。少妇从一旁拿取一捆干燥的竹叶，然后从身上抽出打火机，将叶子和柴火点燃。火焰瞬间烧得烈烈燃烧，将锅底的水烧得滚烫。在等待水沸腾的时候，他一边准备各种调味料和佐料，为这顿美食增色不少。当锅中的水终于沸腾时，他小心地揭开锅盖，然后用长木块将大贻贝一个个夹回篮子上。他的动作是一种舞蹈，将食材轻盈地移动着。尽管这些刚刚取出的贻贝非常烫手，但他没有退缩，忍受着高温，将贻贝的肉巧妙地展现在砂锅中。他的手法娴熟而精准，即使没有刀具，他也将大贻贝肉切成整齐的块状。最终，他将这些肉巧妙地剁成了美味的肉酱。
这种肉酱被分割成均匀的小块，看起来就像猪肉一样。他把这些美味的肉填充进大贻贝壳中，然后将它们放在烤炉上。这里，大贻贝的壳变成了他的烹饪容器。通过令人陶醉的15分钟的火烤，大贻贝肉被烤得鲜嫩可口。他随手摘下2片叶子，拿起了一块热腾腾的大贻贝。从他的表情中可以看出，这些火烤的贻贝肉是多么美味。吃完后，他用舌尖舔尽了最后的汁液，他的脸上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感激之情。这不仅仅是一场食物的烹制，更是对自然的崇敬和对美味的珍视。这是一场自然与烹饪的完美融合，一场美食的盛宴，由这位少妇亲手呈现。这个故事深刻地传达了几个重要道理：第一，勇气和毅力。少妇的勇气和毅力使她能够在深山中克服困难，成功地寻找到珍贵的贻贝。这告诉我们，无论面对多大的挑战，坚持和毅力都可以带来成功。第二，尊重大自然。少妇在采集和准备食物的过程中，表现出对大自然的尊重和感激。她用大自然提供的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求，这是一种可持续和和谐的生活方式的体现。第三，美食与珍惜。这个故事强调了美食的珍贵和享受。少妇对贻贝的精心制作和烹饪，展现了她对美味的珍视，以及她对生活的热爱。这提醒我们珍惜食物和生活中的美好瞬间。